好，现在呢，我就来到了索泰 Zotac 在台北国际电脑展2022的展位，然后我们进来呢是会先看到一系列索泰已经推出过的显卡，这边呢就会有着重在展出关于下一代，也不能够说下一代，之后会比较重点关注的 SFF 系列，也就是稍微比较小的显卡。现在在这边里头呢，这是又采用双风扇，而且月间幅度不是非常高的4070 Ti 显卡在这边，这也是跟随了之前 NVIDIA 在发布会上重点规划的这个 SFF 标准，也就是所谓的小显卡标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之后索泰推出的显卡会不会有更多类似 FFA 的这些规格的型号。好了，在索泰展会呢，其实也有一个重点产品是他们这一次的台北国际电脑展2024重点展出的产品，就是这一个索泰的 Zotac Gaming 柱掌机。当然了，我对于掌机的了解不是特别的多，因此呢，我也找来了一位可以帮我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一款 Zotac Gaming 柱更多信息的朋友，让我们一起邀请他吧。大家好，我是 Ernest， 是索泰 Zotac 的 Global Marketing Director， 同时我们也是在照顾这个最新的产品。这一个是在 Zotac 在台北电脑展上发布的这一个叫做 Zotac Gaming Zone， 对的，这一个掌机的系列。这一台其实我们叫做 Zotac Gaming Zone， 其实我们是针对一些比较硬核、深度的玩家所设计的掌机哦。其实这一台呢，我们针对 display 做了一些 improvement， 包括是什么呢？其实用了一个7寸的 AMOLED display， 就7寸的 OLED 吧？对 ，AMOLED， 对 AMOLED， 没错。所以它在阳光底下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而且颜色也是非常的鲜艳。而且我看它的整个的那个 resolution 就分辨率好像也不是特别的低，大概是在多少啊？它是1080。对，应该是市场上第一款使用1080 OLED 屏幕的掌机，对吧？而且它的那个刷新率是120赫兹，120赫兹，所以1080p 120赫兹的 AMOLED 屏幕。对，了解。对，除了屏之外 ，control 也是非常重要的。好像这里我们有一个行程的选择，它就是一个扳机锁这样的东西，我们叫做 Two-Stage Adjustable Trigger。OK， 比如说你根据你不同游戏的特性，你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行程，你可以这样换过来，所以它按下去的时候就会比较深一点，对吧？没错。那如果我在这边下来的话，它就是对 ，OK， 就是我可以在这边做选择。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control 呢，就是这两个转盘，其实看起来不是转盘，它可以有一个能力，可以让你做不同的function。好像这个我们把它设成了一个声量的控制。这一个呢，这好像是 scroll 一样。所以比如说你要做出一些快速的调控的话，就它可以 customize。对，可以自定义，就自定义的一个旋钮吧，算是这样子。没错，了解，就是这样。OK，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前置的镜头，可以方便你做直播啊，或者说开会的时候使用。两个的触摸板、触控板，对，左右两边的一个触控板，还有这边的一个前置镜头吧，对吧？没错。这个我们定价大概在$799。$799美金。什么时候大概会上市？大概在就是8月底左右。8月底左右。对 ，OK， 就是全球都会上市吧？没错。OK， 好的，没问题。那如果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来上手体验一下，好啊。好，接着呢，我们来到的就是关于这个 mini PC， 也就是这一个索泰的 ZBook 系列啊。首先呢，我们已经有看到了这个 ZBook Edge， 稍微有2款，一款是代表 Intel 的，还有代表 AMD 的，可以看得到非常的小台。OK， 在里面呢就可以塞得下 Core Ultra 7155H 的处理器，又或是 AMD 的7840HS 但是呢，这里呢也用了这一台Intel 的 Core Ultra 7155H 来作为演示，来看一下它在 Stable Diffusion 下的表现。我来跟大家演示一下好了。意思是说，就是在一个电竞房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电脑主机以及非常大的一个显示器。我们来看一下它会花多久的时间来生成好了。可以看得到，最终生成的那个时间大概在10多秒左右。你们要知道，这只是一个可写，并不是一个读写，所以生成速度来说，我觉得还算可以当然了，最终的成果可能跟你所使用的大模型有关，但在性能的方面，我觉得是可以值得信赖的。
好了，接下来呢还是迷你主机，但是是这个 Manus One 系列啊，可以看得到这一台迷你主机虽然并没有刚才的那一个 ZBook H 那么的小，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一边用的全部都是台式机的硬件，里头目前用的呢也包括的是一颗 Core i7-1470K 以及 RTX 4070 Super 显卡，没错，是读写4070 Super 显卡。想象一下，把这边包括电源全部那么的小台，而且非常的精致，我觉得其实我好喜欢呢。索泰可以送我一台吗？当然啦，索泰的迷你主机也不止刚刚介绍的这一些，还有这一些已经上市的了，特别是这一个 ZBox Pickcoin 啊，之前也是得过奖的，在那么一台小台塞下了一个 i3 的 N300 处理器，这是一台电脑，并不是一个电话，可以看一下，跟我的电话相比起来。当然了，厚度有一定的区别了，但是在宽度和高度上面，它其实比我的 iPhone 15还要来的小，所以呀，它得奖了。最后的产品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一个外置显卡屋但是不可能够说是外置显卡屋，应该说是一张外置显卡，也就是这个 External GPU Boss eGB AD3500，你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个外置的显卡。就是集合了一整个显卡的 PCB 在里头，而且用的是一个 Thunderbolt 4来进行连接当然了，这个就是前面跟大家介绍过的这个 ZBox App， 然后可以生成一个更好的显卡性能，包括说玩游戏也好，做 AI 运算也好。而这个呢，在之前也拿到了 Best Choice Award 的这个奖项，所以说索泰在这方面也投入了非常多的心思，包括迷你主机也好，以及这个外置的显卡、外置显卡屋都有非常多的心思。所以呢，我也邀请了索泰的一位大佬来跟我们分享关于迷你主机的更多详情。我是 Jackie， 我是Zotac 的 Mini PC 的 PM 的 Director。对，那你说说一下吧，为什么 Zotac 在最近会有研发出那么多系列的这个迷你主机呢？当然今年最火红的是 AI 了。对。那 AI 除了说你在云端或者在data center 这边的运算之外，我们常常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在 Edge， 在边缘端也要有相当强的计算。可是你一讲到边缘，它的这个 size， 它的大小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所以我们在看从半导体的走向，从应用方面，从这个边缘计算的这些运用，我们都觉得就是说，小而美而强大，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Mini PC 的方向。而且我也看到了嘛，就是迷你主机，你们不是只是单独的做一个系列，对，有包括有大、有中、有小，对，好像是刻意的有去针对某一些族群去做专门的设计，对不对？对。那我们大概有分几个方面去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从算力来讲，那现在算力我们就不单只是看什么 3D Mark， 对，我们比如说现在很流行就是说你有几个 TOPS。对，我们大概是从1 TOPS， 对，甚至0.5 TOPS 用ARM 的 Jetson，我们一直到差不多1000 TOPS 的这个范畴之内，我们都有。那第二个就是说，除了算力之外，我们也对很多不同的行业别，我们来做一些最适化的一些设计。其实很多的 AI 最近的一些应用，其实很多的是在医疗上面。那这些东西呢，都需要一部有很强算力的，而且有 3D acceleration 的这些功能的一些 PC。实际上，这非常多这样的应用可以在我们的 Mini PC 上面去展现。我们每一年呢，我们都会有一些差异性的产品会推出。去年我们推出的就是 AirJet， 就是那今年我们有一个，比如说是external GPU box， 可能之前我只是一个公司的办公电脑，而我现在开始要用一些 AI 的应用，不但是算力要非常的强，你的 graphic 要非常的强。对，那如果要这些东西的话，你的电脑一定要升级。可是很多人并不愿意去升级他的电脑，反正他的电脑是公司的。那这个 external GPU box 就对很多人会有很大的帮忙。那是我们今年在做，我们一直是在这条路上的探索，就是说我们一直做一些差异化，可是我们都不会跳出几个范畴。第一个，我们去看我们一些行业的客户，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条路上一直有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 GPU 现在多一个 NPU， 对，它的一些应用上面的一些优化，
还有针对我们一些新产生出来的行业，它有哪些的需求，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加在上面。因为我们的想法是，就是说将来会越来越明显，就是说 PC 不是给人用，它是取代很多我们人类现在在用的一些，然后用它来代替，然后用它来提升，或者用它来去实现一些辅助性的 AI。那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在迷你 PC 上面，尤其在行业运用上面，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好，以上就是索泰 Zotac 在台北国际电脑展2024展会的所有内容了啊！感谢大卫的收看，我们下一期的展会视频再见。